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陈立长的跟白素贞很像，放 P 图赵丽颖和肖战的剧照，两人深情凝视 CP。碧苍王基本都是一头瀑布般的黑发，一身很素雅的白裙，有种打雪仗的感觉，左右他们真的像。气质和气质有点像《新白娘子传》中赵雅芝一般饰演的白素贞，颇为可观。从剧组的剧照来看，赵丽颖的脸尤其肥美，眉眼大得像泉水一样安静。她的红唇其实微微张开，却是真的不说话了。她的眸子竟然是朦胧的，像是古典小说里的女人，真是出乎意料。赵丽颖在娱乐圈肯定有很多年了，尤其是她从一朵绚丽的小花变成了一个潜移默化、自由游动的女神，她的气质肯定是越来越特别暖和香了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时间似乎只是一个开端，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。在真正繁华的娱乐圈里，像赵丽颖这样真正由内而外散发出绝对知性美的艺人真的不多。她平静而内敛，她的眼睛真的像一潭深水，冷夜里的星辰般的光芒让人心悸。一些观众不约而同地将《玉骨遥遥》中石颖的剧照和《与凤凰》中陈丽 P 的剧照放在了一起。肖战倒是垂下眼眸，有几分深情的凝视，而赵丽颖则基本是深情地看向对面。虽然石颖和陈丽大部分是两部不同剧中的角色，但这张 P 图的场景融合在一起，其实并没有违和感，基本上是相当有意义的。尤其是两人的眼中一般都充满了故事，光影交错中迸发出一种隽永的艺术魅力。凤星原著小说中的碧苍王一直是个英姿飒爽的女子，基本上是相当重要的。她手持赤影银枪杀出斩杀，果断斩杀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她其实比男人还要勇敢一点。赵丽颖在凤星中的出现，总体来说显然是意外的多面性，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。碧苍王字面意义上的不仅是一个在战场上特别杀怪的将军，更是一个温婉含蓄的妖艳女子。从剧组的剧照来看，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造型特别丰富，不仅是战甲和相当强悍的套装，还穿着隐士白袍。黄昏后饮酒，意义重大。还有更多小家碧玉的浅色特别蓝色的宫装，其实很显眼。就像剧版凤星中的碧苍王，真的不只是一个特别的女汉子，刀枪不入，基本上是相当有意义的。从字面上看，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勇和优雅的。她可以在战场上沾染鲜血，也多半可以在月光下与爱人吟诗饮酒，真正了解世间的生活和快乐，或者他们普遍认为的。凤星基本上是对赵丽颖的考验，她能否凭借自己的塑造能力，为观众带来一出有血有肉的碧苍王，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。摆脱一般古代木偶剧固有的陈客，多塑造一个散发着艺术魅力的古典女性，就像新春特别白娘子中真正的白娘子。作为影迷，你觉得在剧版《星与凤》中有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？你是不是觉得居然这么张扬，还挺有几分恬静美丽陈丽，总归会比一般原著中的碧苍王更有魅力，尤其是相当重要的02千钧柔如玉，子无双诚意，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样的少爷。但想来想去，君子一般谦虚，文质彬彬如玉，子真是天下无双。尤其是最特别的，适当的从字面上以一般大的方式描述他。我一般是从琉璃入坑比较大的，当时就特别觉得这个儿子的戏特别好，尤其是哭戏让观众大多觉得好残忍，心里有一把刀在绞。我没想到我会继续沉迷于这个儿子的所有意图和目的的游戏，直到现在，或者他们特别认为。在琉璃之后，我一般多半是把长安诺、郁君松等系列作品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都喜欢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是叠加的。今年上半年，诚意特意没有刻意有什么剧在播出，所以基本没怎么关注。直到这段时间沉香播出后，我又沉沦了，真的好想大家好好照顾这位先生。
程毅今年基本上已经32岁了，在娱乐圈，他算得上是后来者成名，但这个还算年轻的男人，并没有急功近利，而是一路走来，走得很稳。就算他现在基本又红了，但肯定是更加低调专注了，这点确实意义重大。尤其注重打磨自己的演技，居然坚持用作品说话，与世人的看法相反。从实际过去10年的情况来看，程毅的青春感大多不减反增，阳光、内敛、正能量相当显着。这是一个公众绝对希望看到的漂亮公众人物的形象，而程毅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它。平时拍戏的时候，他不喜欢一心一意看手机，甚至连朋友圈都没有，所以他其实可能会错过很多网上的热点新闻。微妙的方式，每次出去参加活动或者综艺节目的时候，他基本上都会显得很傻，但是他很老实，像这样反而多半是有点可爱的。别人如果不是很了解他，会觉得他有点刻意，但他基本上真的是慢了一大截。有些人会喜欢他的可爱，自然有些人会有些反感，这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都是相当重要的。路上的行人大多有千千万万，细微的差别肯定有千千万万。我们不能强迫每个人都真的有相同的偏好，这特别重要。近2年呈现在大众面前的程毅形象，会特意发现他越来越沉稳，越来越不爱说话，含蓄内敛。粉丝们可能肯定会说，这与他几年前最热门的电视剧的结局直播有很大关系。在那场直播之后，程毅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，都遭受了很大的痛苦。许多互联网黑客在一夜之间骂了互联网，基本上失去了无数的追随者，或者他们是这样认为的。从那以后，程毅在每次直播中一般都非常小心，很少说话。或许粉丝的猜测真的是对的，但我特别喜欢真的相信，一般是程毅的性格变化，基本上和大家的看法相反。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变得相当内向，或者他真的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人。对于不熟悉的人，他大部分时候会很安静，在和人熟了之后，他无论如何都会有点疯狂，或者他们普遍认为的那样。如果绝对是自己性格的问题，他倒是不会想到遇到一夜网络暴力时的茫然、委屈、悲伤，有点出乎意料。粉丝们特别说，程毅用了10年的时间，才基本走在了特别大众的面前。这10年他基本上受了很多苦，但我其实想说，这种事情不一定是不幸的，或者他们肯定是这么想的。30岁时，程毅遇到了最好的人。奇异果多半是果果的福气和程毅的运气，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。经过10年的风风雨雨，其中不一定主要是起起落落，每一步都很重要，每一步字面上都特别踏实和坚定，所以他一般会比较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，走上前路，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，都会更加下定决心，他一定会走得更远，这点意义重大。我基本上讲了很多，最后希望程毅能好好演戏，特别是过上特别好的生活，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调节自己。与普遍的看法相反，基本上还有很多10年可以回顾。